佛门里有个非常智慧的词叫缘起性空，意思是说世间一切万法都是众多因缘和合而成的。缘起，因缘和合则聚；缘去，因缘消失则散。不执着恒有，这也是佛家的最高理论。如果你能参透这个，你一辈子都不会再有痛苦。有些人可能没接触过佛家思想，别着急，我一点一点给你解释，保证您能听懂。所谓缘起性空，就是说任何事物、现象所呈现的状态都没有真实不变的主体，或者说不能自我主宰，而是依附于缘起而暂时存在。当因缘消失的时候，事物现象也就不会继续呈现这个状态。首先说缘起。佛家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凭空有的，而是通过种种因缘条件合在一起才能成立。比如说，水遇到低温会结冰，冰遇到常温会成水，水遇到高温会成气。父母结婚生下了你，你是他们的子女。你在奶茶店遇到了一位美女，她会是你的妻子。你通过高人指点成为了百万富翁，这些都是缘起。而性空，性是本质，空是非实有而不是一无所有。再结合刚才的例子，水会永远是冰吗？不会。冰会永远是水吗？不会。水会永远是气吗？不会。父母会永远陪着你吗？不会。因为父母也有远去的那一天。你和妻子会永远互相陪伴吗？不会。因为总会有一个人要先走的那天。你会永远是百万富翁吗？不会。可能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让你一贫如洗。所以缘起是暂时的，性空是永恒的。世间万物都会因缘而合，无缘而断。缘起性空，诸行无常，放下执念，不去不语，这才是佛家的最高境界。一切皆是缘起性空，所有的爱恨情仇、情感财富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都只是存在当下，而不会永存。任何东西我们只能得到，但我们不能拥有，所以不要执着于去拥有什么。这就是应作如是观。只要参透了这个道理，你的人生就不会再有痛苦，你就会对一切世间万法不再执着，不取不语，这才是真正的般若智慧。这时候你就不会再和生活较劲，更不会再用执念烦恼去虚度人生。你会接受生活的不完美，随顺人生的变化。缘起时，欣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和挑战；缘灭时，淡定随缘，不奢望，不强求。最终你会如是地接纳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境遇，以入世的态度把握当下，以出世的态度应对未知。接下来我想从空这个字出发，跟大家聊聊人生最终极的两个问题。第二个可能会很难听懂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当然，如果你过得非常幸福，没有任何的痛苦和困惑的话，这条视频可能帮不了你什么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空是零吗？空不是零，
空是三，三生万物，一念三千。为什么二生不出万物？因为二元对立，一切对立都意味着对抗，而一切对抗都会一直生长。就像你越对抗失眠，就会越睡不着，越想抓住一个人，就会越快失去他。很多人困扰于怎么过情关，怎么放下一个人。事实是，只有当你不去想放下他这件事时，你才算真的放下了他。人生其他痛苦也是如此。原生家庭很痛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克服它？其实不原谅也没关系，不放下也没关系，比克服更重要的是接受，把它接受下来，作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接受下来，作为像慢性病一样接受下来。总有一天，你已经感觉不到那种不舒适和难受了，你已经习惯了忘记这份痛苦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份痛苦才算真的消失了。就像宗萨钦哲仁波切说的，你反对什么，什么就存在；你接纳什么，什么就消失。所有的对立和抵抗都指向受力，二不可为，因合二为一。在对立和统一当中生出三，是为自由。第二个问题，空是虚无吗？是什么都没有吗？那我们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我的回答是，如果你是你，那人生就没有意义；但如果你不是你，那人生就饱含意义。简单点讲，如果你只以自己为主体，觉得你就是这具肉身，那人生短短几十载，死了都是一抔黄土，自然毫无意义。但你确信你就是这具肉身吗？庄周梦蝶，庄子说，不知道是我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变成了我。情圣李商隐也写过一句诗，晓镜但愁云鬓改，夜吟应觉月光寒。太想他了，想到不知道究竟是我在想他，还是他在想我。是你梦见了全世界，还是全世界梦见了你？倘若你想追寻人生的意义，那你就要先忘记自己，也就是庄子说的无丧我。你不是你。当你快乐的时候，是快乐经由你在体验；当你爱的时候，是爱经由你在流淌。与其说人是命运的载体，不如说是道的载体，是爱的载体。在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前，道就在等你，爱就在等你，他们早于你到来，早于你存在，是他们选择了你。所以爱会消失吗？不会。所以你会失去什么吗？也不会。有一句话很火，叫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。其实在爱面前，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。我不存在，我只是让爱经过我，借由我这具肉体来发生。如果你能理解这句话，那你就理解了什么叫玄同，将自我统一于天地，统一于道法，自然就叫玄同。这样的你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，在你死之后也会依然存在。缘起性空是宇宙人生的真理。世间上的森罗万象，如山河大地、花草树木、一人一物，乃至微敖沙砾等，
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也都有将随着因缘分散而灭。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因此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现象都是缘起而有，因为缘起而有，因此它的本性是空。大宝积经中说，如是相者，但有名字，一切诸法亦复如是，但有名字。这是修持观向念佛获得的最终认识。如果是概念上的认知，就代表着通达了中观正见；若是实证，则进入大乘初地，认识到诸法无非假名存在，是中观哲学的最高境界。金刚经里有一句非常经典、非常核心的话，也是大乘佛教的至高智慧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诸法缘起，而又是佛教的核心理论。但佛教内部四家哲学缘起的认识程度有深浅之别。中观应成派将缘起分为3种：因果缘起、相依缘起和假名缘起。而假名缘起则是最深邃的哲学思想。一、因果缘起。所谓缘起，即因缘所生之意。因果缘起是指事物的存在都有相应的因果关系，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就是因果缘起。但这种缘起只适用于有因果关系的事物，比如种子和苗芽、果实、造业与业报等。因此这种缘起关系只是诠释了一部分事物的存在状态。二、相依缘起。一种事物的存在必须依赖其他事物的支撑，这种相互依存的存在叫相依缘起。这种缘起适用的范围就比较广泛，可以适用于一切有为法，比如生灭、来去、高低、部分和整体等。去掉任何一方，另一方都无法单独存在。这种事物间的相依关系称为相依缘起。三、假名缘起。认为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的自性，唯是依靠人们观念的假名安立，称为假名缘起。不但适用于有为法，而且也适用于无为法。这是一种适用一切存在的缘起法则。但经文中提到的名字即假名，并非单指语言文字。从外在表述来说，就是语言文字；从内在思维来说，就是人们的世俗认知观念。在假名缘起的认知思想下，佛陀、涅槃等无为法也都是缘起的存在，并没有独立的自性，因此它们也都是性空的。空性正见本是破除一切执着的利器，但若执着空性本身是实有，则无异于水中起火，无药可治。现在有些人说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这是典型不了之二谛的谬论。从逻辑上来说，因果也在万法之中。如果万法皆空，岂有万法内之某一法不空的道理呢？若从法义而言，在世俗谛层面，万法都是假名的存在。这种世俗谛范畴内的存在，是世俗认知下的真实存在，并非如龟毛兔角的虚无。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这句话
其实还是建立在空就是不存在的虚无断灭观念上的断见产物。一切法的生灭既由因缘，那么一切法存在或坏灭也就有因可循，有理可据，凡果必有因，怎样的因便产生怎样的果，因果必相应。世间一切有为法皆无独立性、恒常性，必须靠因，缘和合才有果，缘起法所阐述的就是因缘果的关系，因缘果三者是相依相待而存在，没有绝对的独立性。偶益大师把人生分成3种缘起，第一种是业感缘起，人生由业力主导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从业感缘起的角度思考，对生命的结果会产生认命。人生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有些人付出少得到多，有些人付出很多却得到很少。从今生来看，人生是非常不公平的。这个人凭什么生长在富贵家庭？那个人为什么生长在贫穷家庭？因缘法有很多差别的现象。作为一个佛弟子，要能够顺从因缘，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。从积极的角度，知道人生是可以规划的，每一件事情都有因缘。你想做大国王，想做大富豪，那今生可以去努力，去创造美好的来生。你会知道今生要做什么，于是开始忏悔业障，积极资粮。但是佛法不只是为了追求来生的快乐，佛法还有更高的解脱和菩提。所以从业感缘起必须提升到赖业缘起。赖业缘起认为，人生不是只有业力决定的，而是有2种力量，一种是业力，一种是你的思考模式，即第6意识的名言分别。所以到了赖业缘起时，你会发觉业力不是那么的坚固，你是可以做一些调整，可以在你的管控当中，从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这个系统提升到祸福由因，改变在缘。有些罪业可以透过你一个美好的思想，把它降到最低。比方说一粒种子，它要从一粒种子变成开花结果，必须有阳光、矿物质、水分的滋润跟激发，它要有一些助缘。所以虽然有业力，但是你可以修无分别智，你只要不去攀缘它，这个业力会降到最低。比方说你跟某人的业缘不好，你就少跟他互动，这本来就是可以接受的。就是说你透过第6意识的无分别智，可以把今生的业力降到最低。当然更重要的是，净土宗带业往生的概念完全建立在赖业缘起。就是说虽然你过去生有无量的业力，但是只要操作得当，可以让你所有的业力全部沉淀下来，可以透过你第6意识的作意，让某一个业力先得果报，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。就是说我把3界的意念整个断掉，把净土的意念不断地串习。虽然我阿赖耶识里有往生的业力，有娑婆世界的生死业力，但是第6意识扮演主导的角色。
我可以选择让哪个种子浇到水，哪个种子不浇到水。我们当然不可能让种子消失掉，因为因果的道理是不能破坏的。但是我可以控制让哪一种业先得果报。我只要先到净土去，再回入娑婆，那么我就是法身菩萨，有自在力，什么业都可以承担。所以这种思想就比业感缘起更加的圆满。原来祸福是过去的因地，这不能改变，但是改变在缘。透过第六意识如理的思维，你可以把过去的业力重新整合，你可以控制让哪一个业得果报，哪一个业暂时让它处于睡眠状态，这是可以做到的。你对生命的主宰性就更强了。这是佛法开显的第二层道理。佛法最高层的道理就是心性的道理。从业感到心识到心性，到了天台宗法华涅槃的思想，他就不谈业力的问题了。他认为你这个基础都做好了，他开始谈到心性迷雾的问题。所谓的一念迷，生死浩然；一念悟，轮回顿息。所以佛法的因缘观是三种因缘观：业感、心识跟心性。当然心性是最重要，因为心性直接影响到你成佛的快慢。心识，唯识学它强调业力的管控，业感缘起强调断恶修善。他认为你要认命，业是没办法改的。按照这样的思考，这三种因缘观好像是独立的。天台宗的圆满来自于他根据法华的一佛乘思想，把业力、心识跟心性成功地串起来，而提出了一个理观跟实修的概念，就是全实二法。心性是真实义，前面两个是方便义、方便门。我们折腾一辈子，其实就为了实现一个目的，获得一种大自由、大解脱。什么叫大自由？摆脱钱观、情观、生死观的制约，这叫大自由。什么叫大解脱？解除烦恼，摆脱束缚，获得身心的自在，这叫大解脱。但我们很多的努力挣扎，其实都是在不断地增加烦恼，加大束缚。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深陷不快乐、痛苦、烦恼之中，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早地患上了各种复杂的身心疾病。人类已经来到了一个觉醒时代的开端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觉醒者带领着那些沉睡者前行。人没有觉醒开悟、明心见性之前，一定会遭遇大大小小的厄运和困境，经历大大小小的烦恼和痛苦。导致这种结果的源头是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扭曲了、颠倒了、错误了而不自知，在自己的业力、心机、欲望、情绪的裹挟下，不停地造作身口意三业，招感显化了烦恼、痛苦、厄运和困境。不扭曲，不颠倒，真实的、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，使人脱胎换骨，焕然重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起点。你的一生都要追求真相和真理，证悟真相和真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常常对豪宅、美女、
金钱、名利等事物产生强烈的执念，这些执念往往源于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迷恋，而忽视了其内在的空性和无常。你能看到的一切的身外的人事物，都是因为在特定时空下同频共振相吸的缘分而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它们的本质是无常的，它们一定会成住坏空，生住异灭的，它们都不是恒久存在的，它们最终都是会消失的。如果不了解这个真相的话，他就不再向内求，不再精神内守，不再重视建设内在工程，不再珍惜身心能量，而是会向外求，向外抓取，被身外的人事物所奴役，所操控，所消耗。他会认为自己的幸福快乐取决于身外的人事物，于是自己的心神能量被身外的人事物粘着了。但是由于身外的人事物一定会变化无常，所以他们的心也会跟着喜怒忧思悲恐惊起伏变化，在烦恼焦虑与痛苦里煎熬。这就是佛家讲的心着香了，相住心了。有缘人，我为你总结了一个简单有用的原理，叫痛苦的原理。当你烦恼、焦虑、痛苦的时候，可以套一套，找找病根。痛苦的原理是什么？就是心着相了，相住心了。有一天呢，像坏空一灭了，心无法接受了，受不了了，痛苦了。比如你很爱一个人，如果你想和他在一起，必须先放下他，否则他对你而言就是折磨。他信息不回，你难受；他和别的男人吃顿饭，你烦恼；他晚点回家，你痛苦。你根本无法享受他带给你的美好，你整个人完全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的状态，紧绷的状态。那他迟早会离你而去，因为你这里充满了痛苦，而不是快乐的体验。你买了一辆车，如果不能放下这辆车，视车如命一样重要，那你根本无法享受车子给你带来的乐趣。车子停路边被人划了怎么办？走的路不好，伤着车子咋办？路上被人追尾了，心疼坏了。车子给你带来的体验，烦恼大于享受，那你就不是拥有车，而是车子拥有你。你是车子的奴隶，你整天只想赚钱，活着就是为了搞钱，那你不可能赚到钱，因为你眼中全是算计和利益得失，付出一点就要马上回报，没人愿意跟你玩，也没人愿意掏钱给你。你成了钱的奴隶，钱每天都在折磨你，钱对你而言就不是享受，而是折磨。当你放下钱，去体验赚钱的过程，不计较得失，只是在付出，把事情做好，才能享受赚钱的过程，钱自然就来了。如果还是不能理解，我说点你们都经历过的。考试的时候，什么情况成绩最好？放下成绩高低的时候，只是在体验答题的过程。演讲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表现最好？放下演讲结果的时候，只是在体验说话的过程。旅游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感觉最好？放下旅游终点的时候，
只是在体验路上风景的过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生命是个过程，它是逐渐展开的，而不是一个个节点。你停留在一个个节点上，就违背了生命的规律，那根本进入不了享受，而是折磨。总而言之，你着了什么相，什么相就住在了你的心里。这个相变坏或者消失，你就开始痛苦了。无论你现在正经历什么样的烦恼、焦虑、痛苦，按照下面这个步骤，你都可以写下来，反问一下自己：此时此刻我烦恼、焦虑、痛苦是因为什么？这个让我烦恼、焦虑、痛苦的东西是身外的人事物吗？它是不是住在了我的心里？我的心是不是一直跟它粘在了一起？我内心里的烦恼、焦虑、痛苦是不是因为它的成住坏空、生住异灭而产生的？既然身外的人事物都是无常的，我为什么还要让自己的心跟着它的无常而遭受煎熬呢？难道我还不理解这个人生的最基本的真相吗？身外之物是空的，身内之物是真的。向外抓取，最终抓到一手空；向内求，最终会抓到幸福快乐、富足圆满。最重要的事情，难道不是安顿好自己的灵魂，照料好自己的身体吗？我想抓取的那些身外的人事物，难道不应该是我努力修行，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整体生命能量更强之后所吸引、招感、显化的吗？我为什么要本末倒置，颠倒梦想的去向外抓取，而不向内求，全面增强自己吸引、显化的能量呢？我宝贵的心神能量，难道不应该以正确的方式用在正确的地方吗？而不是用在我无法控制的身外的人事物的无常上面空转空耗。此时此刻的我，难道不是完美的、无缺的、富足的吗？为了心神安宁、喜悦、幸福，难道不应该清空杂念纷飞的大脑，保持一无所求、一无所念的零极限状态吗？难道不应该安住当下，降伏其心，享受当下的每一秒，让每一秒走得更慢，让每一秒活得更有品质？难道不应该动起来，找到一件热爱的事情，并且用它来奉献众生、服务众生，让自己活得更喜悦、更充实吗？我到底是因为缺少了身外的人事物而不快乐，还是因为我没有找到那个更有能量、更有智慧的真正的自己而没有能力快乐呢？有缘人，你可以把上面的一系列反问自己的话记在自己的修行笔记上。每当你因为自己看不到这个世界缘起性空的真相而焦虑、烦恼、痛苦的时候，就顺着这些问题深刻地反思一下，我相信你瞬间就会解脱了，甚至会觉得自己的烦恼、焦虑、痛苦很可笑。这就是所谓的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每当你的心神稍微起伏，情绪稍不安定，就按照顺序反思一下自己，把自己彻底清空、清零，回到清净的状态。它能让你的内心能量不受外界的人事物所消耗，
一直保持清静、安宁、喜悦的状态，那么你的心神能量就可以用在更有价值、更有效益的事情上了，去吸引、显化、招感跟你意识能量同频的更美好的人事物出现在现实中。我希望你能彻底理解这条真相，掌握这个智慧，让自己从此不再因为身外的人事物而烦恼、焦虑、痛苦，不再本末倒置、颠倒梦想，而是专注内在修心的建设，全面提升自己吸引显化的能量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缘起性空，愿你参破真相不痴迷，无我放下正菩提，愿你恬静淡然，笑对人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